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的新难题，银行系统开始释放风险。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财经议题，但是我尽量的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向大家表达。这个题目呢，其实一直在我的心里，但是一直没有一个适当的时机来说啊。那么今天正好有两个新闻跟这有关，我就连着这个一起跟大家讲一讲啊。中国的银行的系统性的风险，我以前讲过很多次。那么当然，我们集中讲什么呢？集中讲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农商行跟城商行，他们的风险最大，因为他们是原来的信用合作社，它的治理的水平非常的混乱，所以它的风险是很大的啊，风险很大。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级别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的顶级的最大的银行，他们的风险。他们的现在面临的风险比这些中小银行还要大，为什么？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先讲新闻，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星期三发布了一个东西叫《全球系统重要银行总吸收能力管理办法》。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叫 TLAC 就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那么全球性系统性重要银行是一个对当地最核心的基础性的银行的一个概括。那么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系统银行，那么你要有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其实讲的就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你要有个风险承受能力，你必须达到一个这样的标准，你这个国家的银行系统才是安全的因为它首先基础性的银行要有能力为什么会有个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是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就是为了防范大而不能倒的这种情况。大而不能倒就是这种基础性的大银行不能倒，一倒这个国家就完蛋了那么为了吸收08年的这个教训，然后完善这个金融监管，其实核心的问题是金融监管那么20国集团 G20那么的领导人在2015年11月批准了金融稳定委员会理事会那么叫 FSB 提交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吸收能力的条款。这个2015年就通过了一个这个东西，正式明确总吸收能力的国际统一标准。总吸收能力，什么叫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怎么解释大家知道那个汽车前面有个保险杠那保险杠怎么做的？保险杠通常是塑料做的。为什么要用塑料做保险杠？就是当你碰撞的时候，这个塑料呢很快就会塌下去。塌下去是什么？塌下去就是把冲击力吸收掉，用这个保险杠的破损来吸收冲击力，所以它叫吸收。银行也是一样，银行它要有吸收能力吸收能力就是当它面临一个冲击的时候，它能够吸收。用什么吸收呢？用我减记我的信贷或者是把这个债务变成普通股的方式来吸收损失把这个损失吸收之后呢，它能够它的财务状况仍然保持稳健它这就叫吸收能力那么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就是我们就讲重要银行吧因为太长了。那么他就用总吸收能力指什么呢？指这个银行进入这个处置阶段。处置阶段就是当它面临一个风险，或者是面临一个事件冲击的时候，就处置阶段，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把它的仍然保持一个稳健的状态那么外部总吸收能力比率要求它的一个数据它有一个数据，它怎么要求的呢？它要求2022年，就是明年1月1号前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商业银行，应该满足这个办法所规定的外部总吸收能力的比例的要求。然后2022年，就是后年的1月1号，就是说要满足外部总吸收能力比率的要求那么它的时间点是2025年1月1号不低于 16%，2028年1月1号不低于 18%。然后就是这个杠杆吸收能力的杠杆率就是2025年的1月1号不低于 6%，2028年1月1号不低于 6.75%。大体上是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国正在制定一个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2015年G20 峰会提出的要求提出的一个这个总吸收能力条款的要求，然后中国就跟随这个制定了一个标准，就明年1月1号开始达到一个这个标准，明年这个2025年1月1号达到一个标准，2028年达到一个标准。我讲这么多其实总的要求是什么？其实根本性的要求就是一条，就是这个银行的资本金要足够的稳健，或者是足够的多那么中国有什么问题？中国基础性银行基本上叫4大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4大银行。4大银行应该是中国的基础性的重要银行那么标普上个月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分析中国这个4大银行的财政状况，他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标普就指出说，这个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4大银行如果不自行进行这个新的资金募集的话，到2024年，它的资金缺口达到 5.77 万亿至 6.51 万亿人民币，就没有办法达到 TLAC，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全球系统重要银行的这个要求。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银行是靠什么来抵抗外部的这个冲击的呢？其实银行只有一个办法抵抗外部的冲击，就是钱。银行只有钱才能够抵抗外部的冲击。那他用什么钱？银行所有的钱全部都是债务他比如说他从各个地方拿来的钱都是债务，只有一样东西不是债务，是资产。什么东西？资本金它只有一样东西是资本金。所以银行要抵抗外部的冲击，它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充它的资本金。标普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标普的意思就是4大银行资本金不足，它要达到这个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标准的，它必须在2024年之前增加6万亿，大概平均一家银行大概增加15000亿左右那么增加6万亿的资本金才能够达到标准。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6万亿远远不够。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4大银行也好，或者是6大银行，中国其实现在叫6大银行，
除了刚才我讲的4大银行以外，又加上2家，一家叫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就上次这个总理李克强去上海视察的银行就是交通银行啊，交通银行是中国历史上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交通银行。还有一个什么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也是个很大的银行啊，也是个政策性的银行，现在叫6大银行。但是这2个银行知名度不高，海外认可度也不高，所以现在还是认定它为4大银行。那么它就是这个报告是这么说的，他说根据2019年末的这个财务数据计算啊，那么4大银行 TLAC 啊 ，TLAC 就是我们刚才讲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这个地位啊 ，TLAC 资金缺口是22500亿啊。那么由于风险加权资产扩张的速度快于内源性的补充资金的需求，它的资金的缺口会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所以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如果它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它必须增加资本金，也就必须募资啊。那么标普在这个时候出这份报告呢，实际上是将了中国一军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上半年。基本上所有的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包括6大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齐刷刷的利润下跌了10%啊，齐刷刷的利润下跌10%。那老实讲，我认为齐刷刷的利润下跌10%反映了什么？反映了这个风险正在释放啊，风险正在释放。当然，肯定利润下跌不止10%啊，因为没有理由大家各个银行情况差别那么大，怎么会大家约好了一起跌10%？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资产结构，它怎么可能约好了一起跌10%？而且这么好，这么整齐啊？那肯定是上面有人打招呼，那么银行就按照这个来操作啊。现在很清楚，现在商业银行的这个行为越来越被这个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控制。商业银行基本上就是一个执行部门，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的灵活性。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有2个最基本的特征啊。第一个基本特征是什么？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利润持续在下跌。利润持续下跌的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经济在放缓。金融机构是一个放大器啊，经济的放大器，就是说当你经济好的时候它会更好啊，当经济差的时候它比别人更差，因为它是基本上是个放大器，它有个乘数在里头。那么你可以通过银行，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啊，实际情况，他说跌10%，我觉得跌10%肯定超过20%，因为实际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它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把钱给实体，然后实体挣了钱再回给他。当实体的利润增加10%的时候，它的利润可能增加了30%，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模型。那么大家看一下啊，当经济开始出现这种下行的时候，金融机构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挣的钱少了，他不是，他会损失贷款，就是他把钱借给企业，企业破产了，这笔钱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我讲它的这个金融业是一个放大器的原因，就是当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金融风险一下子就被放大，因为有很多企业在倒闭，他很多钱就收不回来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没有什么可防范的，防范不了，就是这件事情不可避免。所以经常
中国在国内经常宣传说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增加你的资本金，你就把钱堆到他的库房去，那你就可以防范。风险防范不了，就是你可以抵御冲击，你防范不了风险。那么现在的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是，其实中国现在的银行系统，它的风险还没有释放，还没有出来。没有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出来的原因是因为3、4、5月份啊，这一段时间啊，特别是5、6月份吧，5、6月份，银保监会也好，人民银行要求商业银行说，你不要去追债，你把你现在的很多客户的债务展期，本来5月份、6月份、7月份，很多银行贷款都已经到期了。到期了呢，那你就要还债。其实很多企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还不起银行贷款就有2个结果，要么你就展期，把这个贷款的这个还款周期延长，我们叫展期；要么这个企业就破产。那么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就跟银行讲，你不可以追他的债，你把这债务展期吧。那么现在呢，就一堆的这个银行把这个贷款展期，它一展期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原来的坏账就变成了不是坏账。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银行上半年的利润下跌 10%， 它不真实的情况，第一，这 10% 肯定是约好的啊，就是说肯定超过 10%，10% 以上，甚至有可能 20%。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其实还是没有反映风险，真正的风险是这个展期这个贷款再收不回来，那个时候就风险就出来了，就是你原来他借了你1个亿啊，这1个亿你现在说到期了，6月份你要还了，还不起是吧？好，那我们就12月份再还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还利息啊，利息还不起是吧？好，我们把利息再延长来还。现在很多贷款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情况，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些钱会在下半年，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是你展期嘛，你展半年，有的展1年，陆陆续续的反映出来。实际上，这个企业已经死掉了，或者已经是奄奄一息，只不过呢，它还没有倒闭。现在这种情况真正的就掩盖了什么呢？掩盖了银行所面对的风险。这就是目前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个问题呢？就是就算是没有资本金的要求，现在的银行越大规模，它承担的风险越大，因为它的贷款规模越大。好了，这现在这个标普这个报告一出来，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人民银行你跟不跟？就是针对4大银行，它需要6万亿，6万亿绝对不是个小数字啊，6万亿补充它的资本金，你跟不跟？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必须跟，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 ，G20 峰会通过的2015年通过的这个东西，你到2020年、2022年你还达不到标准的话，你怎么交代得过去？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银行风险会有警惕。好，你要是跟的话，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4大都要增加资本金，那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怎么办？其他银行怎么办？那这后面这一溜下来，要增加多少资本金？这是第一条。如果4大都需要增加资本金去抵抗风险的话，那后面所有的银行都得要，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最稳固的。这是一条。好，这个今天呢，实际上星期三呢，还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又发布了一个要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
就是根据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和疫情防控需要，要明确界定建立一个就是资本金的这个缓冲机制。但是他通知之后呢，这个通知里面又非常搞笑。你既然银行在面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好，我们要建立一个这个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机制。资本缓冲机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增加补充资本金，防对冲嘛，对冲风险嘛。然后呢，他这个通知里面就说，好，我们初始值定为0。他把这个初始值定为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你要建立一个这个机制，但是呢，你一开始呢1分钱都不增加，就是各个银行我们都建立一个逆周期的资本金缓冲机制啊，那么我们就逆周期的对冲金融风险。其实跟这个通知跟前面的通知是有关联的啊。但是呢，我们建立这个机制啊，我们这个机制有个说法，但是我们初始值是什么？是0，也就是说，好，我们这个机制建立起来，现在1分钱都不用增加。为什么？当然是没钱增加，因为你意味着股东要往里面放钱，股东往里面放钱，这些银行股东是谁？都是政府啊。中国的金融机构越大的金融机构越是政府啊，政府没钱，说，但是我又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制啊，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它的管制越来越精细化啊，越来越精细化。你看这很精细啊，我该做的事情我全部都做啊，看得过去，美轮美奂，很漂亮。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原来这个机制里面的初始值是0，初始值0，1分钱都没往里面增加。但是这个机制他说是有了，就是嘴巴上赢。一样的道理，4大银行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全球系统重要银行，它这么重要，这个标普说不行，你的这个资金不够，资本金不够，你要增加募资6万亿。中国有没有反应？一点反应都没有，应都不应，我只是先做，但是我不往里面放钱。为什么不往里面放钱？因为没有钱，现在财政这么困难，怎么会有钱？好，我们讲一件我之前报道过的事情啊，报道过什么事情呢？就是19年，去年上半年，人民银行把中国基本上所有数得过来的靠谱的银行全部拿过来，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压力测试啊。这个压力测试其实呢，就是人民银行心里也没底，就是说在经济一个这样的运行，其实去年经济已经开始往下跑啊，往下跑。人民银行其实是要看一下什么呢？看一下现在银行系统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后果。那么所以基本上把所有的银行压力测试的数量有多少个呢？压力测试的数量是1171家银行，这个一边基本占这个整个的金融机构的70%，它的资产规模8000以上的有30家啊，30家就是最大的，中国最大的银行就是有30家银行，它的资产规模在8000亿以上。那么这个压力测试的结果其实反映了什么？基本上反映了就是去年上半年中国的整个的银行体系的一个状况。测试结果我讲给大家听啊，我就不讲细，我就不细分了啊，我只说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因为对于银行来说，流动性风险就是当它有流动性是什么？流动性就是我能不能把钱还给你，叫流动性。就是但你来取钱，我有钱给你，这就叫流动性压力测试啊。流动性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轻度、重度压力啊，那么情景下啊，1171家银行当中，分别有90家、159家。没有通过测试啊，通过轻度跟重度测试，比例是一个是7.69%，一个是13.58%啊。
那么30家大中型银行，30家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最大的30家银行，在重度压力测试下，有10家银行没有通过在全部可动用的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耗尽之后无法弥补缺口，没有通过测试。就是说重度压力之下重度压力之下，那么30家中国最大的银行，其中有10家没有通过测试没有通过测试，反映的是什么？其实反映的是目前中国的银行的状况。中国银行的核心的状况是什么？其实最核心的状况就是它的资本金就是它的资本金的问题。就是说当它面临外部冲击的时候，这些银行就会有问题。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这种重度的冲击，就是说某一家大型企业突然倒闭，比如说我不能讲就是说我不能在节目去，比如说有一家大的企业类似恒大这样的企业，恒大不是出公告它有8000多亿贷款嘛，突然它倒闭它还不了，资金链一断裂它就会倒闭的。这些大银行就大家不要看的这些企业很大，企业很大风险也很大，他借一堆的债，他突然某个项目一死掉，在中国很多风险，其中最核心的风险是政治风险。你比如说恒大在某一个城市的一个项目，突然因为他的省长或者副省长或者市长被双规，然后那个项目执行不下去，他可能就出现回款的问题所以其实这种风险是很多的你比如像这样的级别的这个企业，啪一下倒闭，那一堆的金融机构那就都是坏账，全是坏账那这就是冲击，这就叫冲击，这外部冲击。所以金融机构，你说我能防范，你怎么防范？你把钱全收回来，收不回来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讲，今天我就不讲我们说之前经常讲的这中小银行。其实当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它的这个压力测试其中有一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就经济增长下跌到4.1%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重度压力测试。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4.1%？肯定是没有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1到3之间吧大概是1到3之间吧。那么意味着什么？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开始还不起贷款，它就会产生冲击。那我们就讲讲国有银行，这些大银行，中国的大银行能不能倒？当然不能倒，一倒，中国的工商银行宇宙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国有银行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2个基本特征。第一个基本特征，他们全部都是零售银行，就是你比如说像工商银行它有大量的网点，零售网点，零售网点的最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吸收储蓄存款。储蓄存款是在所有银行资金当中资金成本最低的存款资金成本最低的资金就是储蓄为什么人民银行不开放？人民银行你看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当中所有的都开放了贷款基本上开放，贷款利率开放了，很多都开放了，但是有一个是没开放，就是存款利率。我们在讲金融市场，讲银行业的竞争当中，最基础的市场化的指标是什么？就是存款利率。存款利率意味着整个的银行的我们叫这个资金市场就开放了。但是人民银行所有的东西怎么扭？今天发明一个工具，明天发明一个工具，只有一样东西它是不开放，是什么？就是存款利率。
存款利率不开放，原因是什么？存款利率开放对谁冲击最大？对四大冲击最大，因为他们大量的低成本的这个资金都来自于储蓄，居民储蓄，因为那利率最低。而这些如果开放的话，他们就面临的一个成本上升的压力，那他就生意就没法做了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吸收大量的低成本的资金，这是国有银行啊，四大也好，股份也好，他们的一个基础的特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募资啊，在国内募资啊 ，A 股上市，还有一个地方哪里？香港。为什么去香港？他敢去美国吗？不敢去。为什么？那本账拿不出来看，不能给你看那本账。这就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国有银行、国有大银行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他贷款去哪里？他的资金去哪里？他资金给了谁？国有银行啊，他的资金80%给了两类啊，给了两类这个主体。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就是国企啊，先给央企啊，再给地方融资平台啊，就国企啊，他们80%的资金给了国企，还有谁呢？地方政府。基本上这两个主体是国有银行资金的80%的去向，剩下去哪里？剩下去了权贵私企。权贵私企是哪些啊？我讲给大家就很清楚了啊。海航集团啊，就权贵私企，明天系的肖建华权贵私企，万达集团王健林啊，安邦集团吴晓辉啊，这个海航集团是陈峰王健啊，是另外一个王健啊，不是做节目的王健啊。那么这些权贵私企，他们贷款是怎么借的？他们通常在短期之内2-3年时间就变成一个上万亿的这个大企业，原因是什么？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国有银行给他们无限的贷款。为什么国有银行给他无限贷款？因为这权贵私企后面站着权贵啊，所以实际上你看哈，每次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安邦万亿的企业吧，那么中间贷了多少钱？中间贷了个7-8千亿跑不掉吧？你比如说海航我印象中它的贷款规模也是7-8千亿吧？这个像之前这个叫什么？这个都是7-8千亿上万亿。王健林明天系就更不用说了，明天系的规模更大。明天系几万亿啊，几万亿。像这个我们万达集团，他们最终出问题的状况都是在哪里出问题？资金链出问题。资金链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资金链出问题的原因是他们收购资产根本不根据市场规律进行，他们是用天价去买资产，最后资不抵债，原因就是这个。本来市场上这个案子3块钱，结果他买回来的时候10块钱，因为他着急买啊，扩大规模啊，所以10块钱就买了3块钱的资产，花了10块钱，钱从哪里来？从银行贷来。那他还不还得了利息？当然还不了利息啊，原因很简单，因为资产的回报率低于利息啊，他就还不起啊。其实你可以看哈，所谓的这些这个权贵私企，这些权贵私企最终都会破产，永远没有一个例外。道理在哪里？你看啊，如果再出现一个类似这种安邦也好啊，这海航也好这样的企业，你别看它规模大，全是吹气球。为什么？很简单，他去市场上去买，去扩张，他的扩张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购买资产。大家知道，一个资产它会产生利润啊，每个资产都会产生利润，它就会有一个资产回报率啊。如果
他购买这个资产的价格太高，那么资产回报率就会非常的低，而他自己又没钱，他跟银行借钱，银行借钱要还利息，这里边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财务常识是什么？我跟银行借钱买一块资产，我跟银行借的这个钱付出的利息必须低于我购买这个资产产生的利润，我这个游戏才能进行下去。如果我买的这个资产价格过高，那么它的资产回报率低于银行利息，意味着什么？我买的资产规模越大，我产生的窟窿就越多，每年的亏损就越大，而我自己是没有钱的，我是空手套白狼。这件事情就是你必须用银行贷款不断的往里填才行，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就一定是崩掉的。但是有没有一个权贵可以让他不断的往里面填钱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的权贵，他的权利都是有时效性的。你看一下都知道，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看中国的政坛有没有人超过20年？没有，没人超过20年，都是10年到15年左右。那你想一下，你不断的往里填，然后你的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可是你产生的资产产生的利润填不了利息，崩掉是迟早的事情，一定会崩掉的。所以你可以看它起高楼没关系，你就慢慢看它楼塌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好权贵私企就是这样的下场。那你看一下国有银行，这个4大也好，4大6大也好，加上这股份制国有银行也好，他们规模是非常的大，他们从老百姓手里把这个储蓄拿来，他借给国企啊，大家记住啊，我讲的主体就是一个是国企，一个是地方政府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权贵私企啊，权贵私企这边迟早会出窟窿，对吧？大家想一下，在这些商业银行，中国实行这个审慎的监管框架已经实行了将近20年，审慎框架，审慎框架其实是这个中央银行或者银保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实行了20年，20年。中国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资产规模其实是在改善，但是这个改善的部分其实很小，小在哪里？小在那20%啊？为什么？就是那20%的资金实行了审慎的监管体系，另外80%针对国企、针对政府、针对这种权贵私企的。有没有审慎宏观管理？当然没有，那是权力说话。所以实际上呢，你从这个上市公司的报表来看，这些银行的这个资产状况非常好，中国的国有银行的资产状况好得不得了，比世界上大部分的银行的状况都要好。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大家想一下，权贵私企一不小心就是几千亿，坏账。然后你看安邦，你看一下安邦就知道，安邦这个最后他直接把安邦给注销了，那什么情况？中间那个资产损失一个字儿都不提，为什么？不能提，他最后这个账还在银行的这个账本里，但是实际上钱在不在？钱早不在了，早就是零了。这些窟窿在这些4大也好，6大也好，国有股份制银行也好，多吗？一个一个像筛子一样，根本就没有钱。你想一下，借给地方政府的钱，地方政府现在有钱吗？没有钱。借给地方国企有没有钱？没钱。借给央企有没有钱？央企也没钱。央企的钱去哪了？一带一路了，都变成钢筋水泥了。其实如果这些银行去找这些人要回这些钱来，
要得回来吗？1分钱都要不回来。说明什么？说明这些银行的这个流动性是非常差的。他现在做的压力测试是假设这些钱还能拿回来，这才还有10家，30家里面还有10家过不了关。那你想一下，经济持续下行，这没有疑问。虽然说中国在反弹，对，中国经济在反弹，就是中国经济在恢复啊，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我不怀疑。但是反弹你跟去年比它有增长，那疯了，那绝对是疯了。我跟去年同期相比还增长，那绝对是谎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越往今年下半年，银行的状况会越来越差。银行状况的越来越差的原因是它展期的这个贷款也快到期了，就是因为疫情进行展期的贷款的这个周期也陆续到期了，它不能展太久。那它有的当然有的国企它展2年，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大部分不会展2年时间那么久。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讲的是什么？就今天的这个题目讲的是什么？今天的题目就是讲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它的金融风险开始释放出来。金融风险释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坏账要陆陆续续的出来了，就是你原来银保监会、人民银行规定说你不能够追他的债，你要让他展期，这个也到期了。这个到期那就对不起，没办法了，我就必须展了。这一展就会变成什么？变成坏账。其实今年上半年这些银行已经在做一些我们叫化妆的工作，就是原来银行有很多拨备就是这笔钱，我现在有10个亿啊，10个亿拿出1000万来拨备。什么叫拨备？就是我假如有坏账，这笔钱放在这里，坏账用这个来填账。其实今年上半年很多银行已经开始拿这些拨备去把那坏账给填掉了，就已经所以你可以看今年上半年它的这个坏账率是没有上升多少的，没上升多少。原因是什么？拨备下跌了。拨备下跌说明什么？银行用这个拨备把那坏账给填掉了，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掩盖这个情况。但是掩盖不住的，就是我刚才讲，你看要搞一个逆周期的这个对冲资本金对冲机制，初始0，一下子就露馅了。然后这个标普上来就说，你现在你要做基础性的这个重要银行的话，你必须增加资本金6万亿，6万亿绝对是个大数。所以现在中国真正的关键时候就来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大家如果去采访过水灾你就知道，洪水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坝上面守着，哪里有什么有缝隙啊，有漏啊，就开始堵，这个大坝就很稳固啊，很稳固，大家随时在那守候啊，经常一不小心就推辆汽车下去，把那个漏洞堵住啊。那么真正的我们看到的大坝垮塌通常是什么时候垮塌？大坝通常垮塌就是水涨了3、4天，水开始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回去了，就是水涨的最高峰，大家都在那守着，水开始退水了，开始这3米，然后开始2.8米、2.9米、2.5米、2.4米，可能到2.3米塌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当洪水来的时候，大坝里面全是水，大坝其实是靠这个水来撑住这个坝体，这个坝体就不垮。当水位一下降的时候，这个坝体里面的水位也在下降。大坝什么建的？它原来很多大坝都是沙子堆起来的，那你往下一走，那大坝就塌了。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疫情过去了，过去半年，
你看一下，这个情况就开始就出现了，金融危机就这个时候就开始发生，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大家要小心，我们就最近要非常的警惕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时候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题目做一下，跟大家报告一下，中国真正的有金融风险，真正的金融风险的主体在哪里？在国有银行，越大的国有银行，金融风险越大。你看一下啊，海航的借贷主体是谁？建设银行啊，这个叫什么？这些都是大银行，大银行才能借几千亿出去，小银行哪借得了几千亿啊？所以都是这个问题。所以中国真正的金融风险来自于中国的国有银行，它里面的窟窿那才是大窟窿，填不下去，填不了的。他们借给政府的钱，借给国企的钱，借给这些权贵私己的钱，都是拿不回来的。他们借钱的那些人，国企也好，政府也好，这个包括权贵私企，没有一个在借钱的时候准备还的，根本就没打算还给你啊，就一直借着，最多给点利息，有的利息都给你拖一下，就这样。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尽量的简短，我们尽量的能够把更多的网友的信息报给大家。那么有的时候，有网友，我看有网友昨天在评论里面说，我只是读大家的评论，是这样的啊。我对大家的言论有一些我认为需要讲得好的，我一定会说非常好啊。有些我不大同意的呢，我以前会说我不同意，或者是我不支持，或者我不赞成。但是有网友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辛辛苦苦写了一条东西，结果你说我不同意，我不赞成，我觉得很受伤啊，很受伤，所以我现在尽量的不说啊。但是我不说呢，网友又会讲我这个你只是读而已啊，我有点为难，所以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看看大家意愿怎么样。我很愿意给这些大家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提供的意见或者是看法，提问当然我会全部都会回答，但是就是大家的看法，我会有我的看法，我不是提供标准答案，我只是提供我的看法。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好吗？好，先鸣谢啊，984 degree， 谢谢Indian Lazy 谢谢 Hong Kong， 谢谢中秋快乐，谢谢Trans Island Republic， 谢谢。献上一首莫西子诗的彝语歌曲《月亮与海》，月亮是今夜的主角，海代表了我所在的地方。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谢谢你啊。Roger， 谢谢 John Snow， 谢谢月圆年年，岁岁相伴，祝王老师身体健康，节日快乐，阖家幸福，谢谢。三猪啊，三猪，谢谢。三门高，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Jan Z， 谢谢。Harry 冯，谢谢，中秋快乐，阖家安康。Fendi 陈，谢谢，请王老师吃上海的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很好吃啊！这个，我第一次在上海吃到鲜肉月饼，我惊为天人啊！我没想过月饼里面可能吃到肉啊，这是很意外的事情啊！Jessie 蔡，谢谢。提问：老师，四大银行有会拒绝提款吗？或者不这么极端，会不会影响储户的提款？如果是，就太不要脸了，这么点利息还这么折腾。中国的银行不能讲中国银行，中国的银行对于他们的支付责任
他们的支付责任的理解差别非常大。那么其实呢，中国的银行的客户啊，提自己的提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就是我把钱存在你那里，我只要在活期，我随时可以把钱拿出来。银行是有支付责任的啊，这个支付责任是有契约保障的啊，就是说我只要开户，这就有个契约在保障这一点。那么在中国经常这个情况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说中国的银行经常违背它的契约责任，这是它的运营能力的问题啊，也有它的资本的问题，也有运营状况的问题，很多原因。我的经验是什么？就尽量的不要把钱存在四大银行。为什么？因为它是官府，它跟官府一模一样，你打不赢它的，你跟他打，你用任何方式去跟他打交道，你都是不大靠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记住，就是反正我是不跟这个四大银行打交道啊。四大银行四个字，胡作非为啊，他有权这么干。基本上大家记住，当你能够胡作非为的时候，当你有条件有权利胡作非为的时候，任何一个人都会胡作非为，不管是孔子还是其他什么人，他都会胡作非为。为什么？人性就是这样。当四大银行有条件胡作非为的时候，他必然胡作非为啊。观点：大陆没有企业家会认认真真搞企业，搞好了被共产，搞站错队也会被共产。放心，总有站错队的时候。大陆企业家唯一创业的动力就是卷银行一笔钱，然后移民。凭本事借的钱为啥要还？你给贷款就接着玩，不给贷款该失联失联，该移民移民。有没有竞争力不重要，重要的是讲好故事。越离奇越有市场，越离奇领导越喜欢。这是行家呀。提问王先生，国内常有这种说法，国家一定不会让房价崩盘的，请问国家真的有能力可以控制得了房价不崩盘吗？光靠冻结房地产市场能做到吗？如果房东都急着卖房，难道不会导致供大于求，房价下跌，正如其他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房市崩盘那样吗？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在房地产市场有一个神话，就是政府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啊。这个在房地产市场有一个这样的神话，或者有一个这样的迷信啊，就是说政府基本上是天啊。在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基本的调控手段，一个调控手段就是限贷，一个调控手段就是限购。限贷跟限购都是控制购买力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在过去20年，中国房价一直在涨啊，持续在涨啊，所以限贷也好，限购也好，非常管用。所以这就造就了投资者也好，市民也好，对这个政府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痴迷啊，就觉得政府能力很强，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怎么样？事实中共建政到现在，你看一下，靠谱的也就这几年啊。这几年靠谱的这几年，还是因为加入世贸，搞市场经济才靠谱。中共一直不靠谱，这么多年都不靠谱，大家都不记得，只记得就这2年，因为房地产实在涨得太高了，又限购又限贷，他就这样相信他了。所以当然这里面也有洗脑的问题啊，所以政府目前在这个中共最厉害的、最擅长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控制消费，因为他一直没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他最擅长的本领
就是限购，限购是中共最擅长的。以前发粮票、发布票、发大份票都发，什么都票证，票证就是供不应求才会票证，所以他做这些事情相当熟练，所以很擅长，所以很多看得大家眼花的很佩服啊。所以，但是大家记住，当市场开始下行的时候，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中共完全不擅长干什么？刺激消费，他不会。为什么？他没干过。当房子要往下跌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房子往下跌的时候卖不动，就是没有成交，没有成交，然后呢，成交以后你也不知道它价格掉下去了。你在跟美国不一样，你在美国你在看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你开车经过，哎，这个房子在卖，然后你再把车停在路边上，去那个中介网上一搜，这个房子上次卖多少钱，上次卖多少钱，上次卖，10年之内、20年之内，它有多少成交记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上去，这就叫透明度，这就是透明度的市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个黑匣子，你完全不知道市场是什么情况，涨了也不知道，跌了也不知道，这个房子过去成交多少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隔壁那个房子成交多少也不知道，完全靠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基本上是瞎子摸象啊，所以风险很大啊。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房价不崩？政府当然没有能力，政府也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只是在限贷的时候，限购、限贷、限制购买的时候，它招数比较多而已。但是如果房价过了这个上升期，你限什么贷没用的，那个已经失去市场效力。所以房价要崩还得崩，前提是2个，就是市场的透明度慢慢增加，这是一个。就大家得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市场趋势已经很明显，就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房价已经跌了，那个时候就出问题啊。提问：王先生，有迹象中国要刺破房产泡沫？中国不会去刺破房产泡沫，中共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从来没想过要刺破房地产泡沫，因为刺破了以后，啪一爆，整个经济就崩了。那是不会，他们现在很小心的捧在手里，不会让它破的，一定不会让它破的。破了以后，那血流成河，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只是说我们现在怀疑的是什么？他捧不捧得住的问题，不是他要不要刺破的问题。他干嘛刺破这个？你说呢？提问：国外银行的运作机制与国内有什么不同？国外的银行存款利息是不是也低于贷款利息？全世界的存款利息一定低于贷款利息，全世界的银行存款利息一定低过贷款利息，否则银行就要倒闭啊。那么国外的银行运作机制跟国内有什么不同？我说那20%基本上大家差不多啊，就审慎管理，审慎管理的这个框架基本上差不多。中国那20%基本上市场化，那但80%那些给国企也好，给政府也好，他讲是讲市场化，其实就不是市场化。就你比如说给海航，建行给海航贷了2000亿，是市场化吗？当然不是市场，那是领导批个字，拿着字条去找他，那个建行行长一看，哟，这脚都软了，赶紧给他贷款，合同一样的，所有的程序是一样的，但是背后决策不一样，所以不一样，所以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什么影响？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权力。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经济很多经济现象往上追到最后是什么？追到最后大家看见，打开一看，
权利两个字啊。提问，你好，王老师，先祝您中秋节快乐。刚刚环球网报道，美国 CNN 出了一篇中国11期间国内旅游大幅增长，表扬中国抗疫成功，不必再担心疫情扩散。这次11旅行的售票率比2019年增长了10%。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是您怎么看 CNN 发布的这篇报道？二，环球网发布这篇报道的目的是什么？是告诉墙内人民中国经济无需担心，还是有其他的意思？第一，这次11黄金周啊，那么开放旅游，我觉得是有一定冒险的啊，有一定冒险，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在疫苗出来之前，疫情远远都没有结束啊，这是第一个，这是常识，不是我发明的，所有流行病学专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常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这个疫情传播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场景，所以我当时一看，哇，这个天，这个风险就非常的大啊。那风险这么大，他还愿意做，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经济实在是太差了，再不搞一点大动作，恐怕这个经济往下去捞不起来，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冒这么大的险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不是陈薇说他们2月份就有疫苗吗？就现在不是说现在中国有若干个已经处于第三期的这个临床了吗？所以而且说已经有疫苗提前开始给大家打了吗？大概他们心里觉得这个已经有疫苗靠谱了啊，所以他们觉得有一个拿到手里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是不相信的啊，我是不相信的。为什么？中共最重要的一个本领就是骗嘛，啊，所以我不相信他说的话。至于说环球网也好 CNN 也好，他们的报道其实没有，就是说CNN 这个报道他说这个11黄金周大幅上涨，这是正常啊，这是正常。防疫成功我没看到他有没有这么说啊，但是你任何一个疫情啊，最终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没有其他。所有的疫情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就是疫苗。在疫苗出来之前，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吹牛啊！我不相信。情况：山西一游乐场发生大火，13人遇难，15人进了医院。提醒国内度假的人多加小心，安全。是我呢，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我永远都不会在这个时候出门旅行，那是不明智的啊！这个时候出门旅行是不明智的。情况通过亲友知道，国内旅游的确开始火爆，公园爆满，高速堵车。情况：广西罗城广场舞大赛，一名老年妇女突然倒地猝死。舞蹈队无人施救，绕开他继续跳，舞姿再美也掩盖不了人性的黑暗。情况：香港人今天是国殇日，真是香港人都上街，晚上登狮子山都被禁止，说非法集结，出动6000恶警，拉走了70人。今天看推有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很难有统一的答案。是生命重要还是自由重要啊？网友答：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经济上给你自由，你能吃得饱不？能活命不？如果有人拿枪逼着你在自由和生命中选，当然可以选生命。当这个危机度过的时候，要找个机会干掉这个拿枪指着你的人，夺回自由。当有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知道为什么中国现在老百姓面临的自由的状况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吗？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人跟他的压迫者拼命，那你失去的自由和你获得的生命是等值的，实际上你的生命就是价值也是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当然要保护我们的家人啊，让他们不受生命的危险。我们保护他们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仅仅给他们生命，我们保护他们生命的目的是要给他们自由。如果没有自由的生命，你这生命要来干什么？那跟猪狗有什么区別？同一條鹹魚有咩分別啊？你話係咪？問題，中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因為 GDP 按照目前匯率以人民幣兌換成美元來計算，如果按照自由兌換的真實匯率，會不會 GDP 跌很多，未必能排上第二大經濟體？真實匯率是一個需要更大規模調查的一個數據啊，我們在坐在這裡我告訴不了你。當然真實匯率其實很多貨幣都有真實匯率這回事啊，就是說它因為某些原因它的匯率虛高或者是虛低都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都有可能。人民幣目前的情況是什麼？人民幣目前明顯的匯率高估啊，匯率高估。以現有的中國的這個經濟狀況來看，我覺得人民幣是被高估了的，但是它會跌多少我不知道啊，這個要他們好好的算一算才知道，好吧？我不拍腦袋了。情況2020年上半年，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淨利潤，華融暴跌 91%， 長城暴跌 63%，中國信達大跌 25% 到 30%， 中國東方大跌 28%， 這四大就是這四大銀行的資產管理公司，他們其實是左手到右手，就是說我這邊是變成了壞賬，我就把它賣給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接到這個，然後再追賬，再把這錢追回來，大概是一個這樣的。那麼現在為什麼它利潤暴跌？利潤暴跌的原因是因為原來其實到他手裡有很多壞賬其實是能救活的，所以他才會有利潤，否則他怎麼會利潤？壞賬如果全是真的壞賬，他是一分錢利潤都不會沒有。那他現在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這些壞賬裡面可以救活的賬非常少，所以它就利潤暴跌啊。觀點簡單講，中國經濟發展得益於市場的開放，如果非要和土共有關係的話，就是沒有土共發展的更好，非常正確，我經常這麼回答。講不完了，最後一個好嗎？我講最後一個啊。觀點，房地產作為超發貨幣的蓄水池，不可能讓房地產泡沫破碎，政府現在就想着讓地產靜止不動，既不漲也別跌，泡沫更大，未來更不可控，跌了會帶來系統性風險，所以現在就是控制新房價不能低，二手房價才是真正的房地產價格體現。但現在由於失業率增加，收入降低，各種債務壓得老百姓已經沒有購買力，基本上是這樣啊，就是說房地產現在的這個風險在累積啊，累積就是說有些人想賣一直賣不動啊，突然有一天他想通了，降個 30% 賣了吧，那他降了 30%， 那這房地產的衝擊就很大啊。好吧，我們今天的主題就講到這裡，我們下次節目再說啊。那麼在我們再見之前，請大家點讚，請新來的網友訂閱，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那麼我希望大家能夠盡量的幫我們推薦我們的頻道，也推薦我們的視頻。因為現在我們的推薦率很低啊，所以我們需要成長，
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明天再见，谢谢。